水声的冥想，无休止地回荡在宁静的山谷里。从高处倾泻而下的洪流，在数层楼高的崖壁上垂挂成一大片银白色的帘幕。瀑布的壮美，总是让驻足遥望的人们由衷地发出赞叹。而当69岁的陈慧坤走进了台湾北部的平溪山区，凝望着十分瀑布的奔腾水势，他似乎也在眼前的奇观当中找到了某种启示。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对于这位不断探究空间问题的画家而言，这幅画的构成反映了什么样的思考？面对瀑布这样传统绘画的主题，他又该怎么捕捉眼前风景的真情，展现出大自然的精神面貌呢？日治前期，成长于台中地区的陈慧坤，曾在东京美术学校接受东洋与西洋绘画的正统教育。二战结束后，他则向来台湾的中国画家求教，并且开始融入水墨画的概念与技巧。长达半个世纪的美术教授生涯，陈慧坤除了是技艺的传授者，也是一个勤谨认真的研究者。他有计划地实验不同绘画派别的创作，开辟出一条融汇东西方绘画思想与技法的独特道路。另一方面，在塞尚的作品里，陈慧坤看见了自然风景如何透过画家的主观构造而表现出内在生命的凝视。如同塞尚面对着圣维科多山的重复习作，陈慧坤也找到了自己探求艺术原理的神秘场域。在北台湾的淡水小镇，这位画家凝望着同样一条下坡路，展开一系列关于空间感的研究探索。在北海岸的野柳，他仔细观察自然环境的瞬息万变，并且尝试在画里表现同一场域的不同样态。1960年代初期的巴黎旅行当中，陈慧坤对于光线则有截然不同的体悟。也是从这个阶段开始，他的风景画色彩逐渐明亮了起来。这是一个以理性探究美学，并且持续在研究当中求取精进的画家，而他融合了多种异质元素的绘画风格，也在这个长久研究的历程当中渐臻成熟。在陈慧坤风景画里，瀑布是一个特别具有意义的主题。创作于1951年的能高瀑布，画面当中，瀑布分成由远而近的4个段落，曲折而下，在前景的木桥后方坠向深邃的谷底。右下角的岩块，我们还能看见属于水墨画的皴法。这幅胶彩画结合了中国山水画的构图与用笔，同时也展现出画家对于某种宏大空间感的追求。而在1970年代中期，同样以胶彩作画的十分瀑布，则成为陈慧坤艺术生涯里的一个重要节点。画面里，奔腾的水流从崖壁顶端倾落，在岩层间撞击跌宕，
画家以绵密而细实的笔法，同时表现了天空的开旷与树丛的繁茂，水势的跃动与岩壁的坚实。在这幅画里，陈慧坤形构了一个秩序齐整、韵律和谐的世界。画面里的每个细节看似平铺直叙，却在蕴藏着他对自然风景的深刻体察。生涯晚年，陈慧坤他开始前往台湾、日本乃至欧洲的高山进行写生创作，东西方绘画技法的结合，也走入了另一个自信而自在的境界。始终坚持对镜写生，向大自然寻求启迪，同时广泛地汲取养分，进一步塑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或许可以说，正是台湾岛上多元而复杂的文化脉络，孕育了陈慧坤的艺术生命。而他的作品也如同这座岛屿的历史一般，众彩交融，众音交响。